接着来看，当我一个关卡完成之后，这个关卡本身是不是提供了一个 AND 信号啊？这个信号我们可以绑定在一个匿名方法上，这个方法啊，同样是发射这个信号 to game 啊，让它重新的进入关卡。但是有没有办法进入到一个事件里边，而下一次它这个地方访问的时候，它就是1了呢？就是关卡1，而不是关卡0了呢？怎么做到？这里依然是给自己打一个广告，欢迎大家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，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上，或者是手机 APP 里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，就可以加入成为我的铁杆粉丝。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继续来看我们这一期的效果。这里呢，我们可以保存一个数据，但是呢，我们又不想引入一个新的变量，所以我们可以怎么来做啊？如果我们引入一个新的变量的话，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把这个直接写在最前面。我们可以在这里创建一个变量，叫当前关卡创建一个变量当前关卡。当然了，还有一种方式呢，可以隐藏的创建一个变量，就是歌多引擎提供的元数据的概念之前有同学问过我，元数据是干嘛用的？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给大家一起来说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可以在发射这个事件的同时我们让它保存一个元数据，让这个状态图保存一个元数据啊。所以在这里给这个状态图一个元数据 set meta， 名称是什么呢？名称就叫 level 数据是谁呢？我 level 本身不是有一个 level index 属性吗？那我下一关的这个场景 level since 不就是从我这个 levels 里边获取哪一个元素呢？就是这个 level index 加1，在它的基础上加1。当然了，在这个加1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，这个加1的数据不能超过我当前这个关卡的尺寸我总共就4关，如果你在第4关的时候接着往上加，那它变成5，那不就越界了吗？不就找不到了吗？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这里呢，我们给它一个慢方法获取这个值和我们这个也就是3呗，3之间的最小数以此这种方法防止它越界。level sense 传进去，传给它。注意了，我们这里要改写一下，那上面这个地方我也需要传一个类似的数据，这个地方可以直接写，把我这个地方直接获取第0个元素，在每一次新创建游戏的时候都获取第1关。而在下面这个位置，我们需要先获取这个 level sense， 是通过我们场景叫做 level 的这个 meta 数据来获取到的。那么获取到它之后去实例化它就可以了，这样我们就完成了。下面有一个报错，这个报错是说我这个 level sense 出问题了。那这个地方因为上面已经声明了，所以我们这里就不重复声明了我们只是再给它赋值一次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它能否达到我们想要的这个效果。好，运行，开始新游戏，我们尝试进入到第1个关卡里边，进来了，它也在播这个动画，但是呢没有后续的动作了。为什么？这个地方很明显，这个动画它循环播放了，因此呢我们需要改变一下在这个里边找到这个动画。那么它循环播放本身就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这个地方我们用一个额外的关键字，是当这个节点这个动画精灵节点，当它动画播放完成的时候才会继续执行，我们代码才会继续执行。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回到上面信号的这个位置，注意，如果动画正在循环播放，则不会发出这个信号，明白了吧？所以我们要回来重新的去测试一下。好，播放完这个动画了，现在它应该是没有循环播放了，但是呢依然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。那我们只能在这里断点来测试一下，在关卡1里边，在这个地方继续去断点 OK， 重新运行它，这个断点是可以到这里的。那么我们跳过这个断点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过来的，再继续往下看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过来的。那按理来说，如果这个地方也可以发射这个信号，那我现在是不是就应该到慢场景的这个位置了呀？对吧？那我们断点发现它是可以到这个位置的。那我们现在知道了不需要往下来看了。这个问题是什么呢？我当前已经在这个 game 状态下了，但是我再去发射 to game 的信号，
它并没有在我们这个状态下添加一个切换的子节点，状态转换的子节点。我们这样添加上这个子节点，起个名字吧，改一个名字叫 TrueGame，TrueGame 运行它，重新来看新建游戏断点，给它打开，我们就进入了2号场景，对吧？我们就进入到了2号场景。但是进入2号场景之后，发现新的问题来了。原来呢，我们的1号场景和我们当前的2号场景，或者叫做1号关卡和2号关卡之间又发生了堆叠，对吧？我们1号关卡没有被干掉，而是直接添加了一个新的2号关卡，这也不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最终的效果。因此我们这里还需要在这个基础上继续的进行修改。当然这一部分的内容就比较多了，我们下一期再跟大家介绍吧。在结束这一期视频之前呢，依然是推荐大家加入老李的知识星球，在知识星球这个网站或者是 App 上面搜索老李游戏学院就可以看得见。好，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，大家加油。